咳嗽去这个看医生的话，问诊大概我们要准备一些这些资料，不然医生问你一问三不知，好，那这样医生怎么去判断呢啊？包括咳嗽大概咳多久啦？哈，有抽烟吗？哈，什么时间咳得最凶？咳嗽有没有带血丝还是血块呢？啊，有没有服用特殊的药物？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症状？哈，那咳嗽咳多久？刚才刘医师有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大概也是一个评断啦。急性的话，对，就表示说之前没有，现在突然咳了。对，比如说你的咳嗽是3个礼拜以内，我们大概定义可能是急性的咳嗽，一般跟感染有关系啦。如果你咳嗽超过3个月以上的话，哈，就是慢性的哈，所以这是给一个医生很大的一个参考的价值。是，那抽烟呢？哦，那很重要。其实抽烟我们不是光说你有没有抽烟，你一天抽多少烟，抽几根烟，抽几包烟。你抽了10年、20年、30年，这都有差别，有相当大的关系。我们常在算这个烟的抽的量，有时候会把你每天抽的包数乘以大概这个多少年，这样来抓一个大概。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香烟那个毒素太多了嘛，不是光焦油。那它里面毒素来讲，它在身体里面是一个累积性的哈，所以无怪乎我们孙叔叔一直是呼吁大家一定要戒烟，对，这很重要。所以烟龄是一个很大的参考值。不过我特别提醒啊，我们现在2手烟跟3手烟也是有特别大声疾呼的，你就是旁边人呢抽烟，你没有抽烟，你也是一样吸得非常毒的，也是受害者。对，你到 KTV 唱歌，你觉得你不抽烟，大家不抽烟，可是那个窗帘啊，那个沙发椅放出来那个全都是3手烟，那个也是非常毒的所以这个有关系。所以像抽烟的这种咳，就是算干咳吧？哦，没有，它有时候也是有痰，它也是有痰啊。有些如果是你有这个支气管扩张或者 COPD， 它有的咳出来这个痰也是红，那个黏黏黄黄的，也是有。所以老烟枪的咳，有时候你看到也是有带痰。OK， 好，什么时间咳得最凶？一般来讲，你必须要看它是早上、晚上都有可能。有些整天咳，有些是只有白天都没事，都晚上咳，有些起床之后猛咳。所以这个咳的时机跟我们医生判断这个可能咳嗽的这个关键是很重要的。譬如我讲说，如果是白天咳。那晚上睡得还不错的话，一般是急性感染比较容易发生，或者刚起床的时候，你可能是因为过敏，就像我们刚起床这个鼻子包水饺，也讲包水饺打喷流鼻水，这个气管也是有黏液就咳出来。那当然如果整天咳的话，包括晚上睡觉的咳的话，那就可能有感染、慢性刺激，甚至肿瘤都有可能。对，如果说晚上咳，那就不太一样了。躺下去才咳，一般鼻涕倒流、鼻窦炎，或者是我们讲胃酸逆流，或者气喘，这都有可能。坐直比较不可，对，这可能就跟胃酸逆流是有关系，有相当关系。那如果咳嗽还带有血丝或血块，这个应该蛮严重了吧？这个要小心哈。我们常常看到就是，其实很多人大概我这样讲，电视都是这样演的。是啊，可以一会手帕来血那也不太像真的咳出来，我们看那个血是那个很可怕的这个垃圾桶拿就吐不可能拿个卫生纸这样子那一般来讲，咳出来有时候我们我这样讲好了，90%以上。痰带血丝是良性的，我想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可是就是10%，你不要说那10%就麻烦这个血色来讲，有可能在急性感染咳嗽咳破了，我们咽喉的很多血管会破掉，这是第一个所以有人说咳了半天就会烧瞎，声带的血管破掉了，可是那种血就是微微的血，它不可能是吐血嘛。对。然后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比如说它这个痰是从这个血是从肺咳上来的。还有很多人这个痰带血是从鼻咽腔下去，像中国人最怕的这个鼻咽癌，我们常看到说咳痰咳血丝，他以为是肺部，照了半天没问题后来我们就给他照内视镜，哇，是鼻咽癌。所以基本上只要有痰或者这个里面要带血丝血块的话如果你是刚好这个急性感冒引起的咳1-2天观察看看，但是如果到个3天还是痰中带有血丝血块，赶快检查，就找医生看，赶快检查。是的。好，那服用特殊药物也有可能会造成咳嗽吗？没错。我们最常看的有些老先生老太太，他吃这个降血压的药，降血压有一种叫做那个特殊的药名叫 ACI， 这种药物来讲它吃的时候它会刺激我们咳嗽一个神经那基本上来讲，各位不要记这么复杂的药名，你只要说你有吃降血压的药，可是呢你这个药吃了之后呢，怎么老是这1-2个月老是干咳，医生检查半天检查不出来，你就跟一下你的心血管的医生问一下，这个药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干咳的副作用？那还有人很多过敏吃的抗组织胺。吃的时候咽喉会干燥，也是会容易咳嗽。那还有人忧郁症，或者这个吃一些安眠药，吃的话也会干咳。所以基本上有些药物是跟引起咳嗽是有关系的。好，所以咳嗽背后的原因很多啦那我们现在就比较有概念啦不要每次咳嗽，有的人就是毫不在意，有的人就是太过于小心了那我这边有一个新闻蛮特别的所以原来咳嗽背后的原因的确是想也想不到了
大陆一名12岁的男童咳嗽不止，到医院检查之后，居然发现有一根缝衣针藏在他的胸腔，住了将近4年，离心脏只有3公分。哎呦，他的针尖距离主动脉居然不到1公分。这是非常可怕的哈。我们在临床上其实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假设你吃饭吃到一半，你饭吸到气管，你是猛咳。对，看到那个眼泪流出来，那是什么？这是一个防御性的咳嗽哈。但是有些人吃比较大了，或者说什么花生啊，它吸到气管里边去哈。那我们最担心是怎么样？吃到牛肉卡住喉咙，那种要可能做哈姆立克急救的。可是很多的异物来讲很小，那小朋友不会讲，他可能不小心吸进去了。那这个我们有气管到旁边的支气管，如果你在主支气管，一定是咳嗽。可是当你到右或左边的这个支气管，甚至更细的支气管里边，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神经就非常不是那么敏感的，这时候你可能它东西就在那边住下来了。所以你可能起初也没有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我们最担心的有时候咳嗽，可能我上次有个小朋友也是一样，咳了半天，结果我就给他照X光片，右边的肺白了一半，好，这不对哈。那我本来以为是肺发炎，后来我们会小儿科，后来我们再找这个胸腔科用支气管进去，它里面有一颗瓜子哈，就吸到进去，就妈妈才想到3个月前好像家里在过年呢吃瓜子。所以后来那个就是他用支气管进去把瓜子拿出来了。像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说他这个针好，那我们讲说这个其实针怎么会插到这个肺里面是没感觉的？所以因为我们肺里面神经是不是这么的痛感的神经是没有的，它是对这个气流或者一些气味的分子是有感觉的，所以它有可能会不知道。那但是这个东西来讲是很危险，如果再插到主动脉是大出血，因为它离主动脉很近，如果它一直咳嗽，它应该会动吧，动，可能是动到那个主动脉的地方。我们看过还有像什么鸡骨头、鸭骨头，或者是这个鱼刺吃进去或卡到气管里面去，它也没感觉。那种的，因为它会带细菌，可能在2礼拜就会发烧、会胸痛。因为一般的针细菌比较少，所以它到肺里面去，它不会引起这么快的感染，所以没有感觉。哇，对，这是好危险呐！是的。一般讲说吸，一般是我们卡骨头、卡喉咙嘛。对，它喉咙就从食道下去了嘛。当然对。那吸进去是鼻子吸进去啊？一般鼻子吸进去，或者我们在吃东西咀嚼的过程当中，你不小心跟别人讲话，所以我常常讲吃饭不要乱讲话，讲到一半要下去就开始要救人，就到气管去了。对，这样子。哇，所以真的千万要小心哈。对。好，那如果我们正在咳嗽不止，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哈，或是一个什么会议啊或录影当中咳嗽不止，在中医有没有什么止咳的穴道可以帮助我们可以 hold 一下这样子？中医方面呢，止咳的穴道其实还是要看原因。那这里就介绍一个比较普遍那个喘咳穴，它就没有分病因，然后都可以处理这样子。然后可以接下营养师的手。那我们通常是掌面在食指跟中指的中间，这个掌面的旗骨间，然后比较靠近那个小指的这一端，然后它会有一个酸胀点，大概在这个位置。喘咳穴，对。这叫喘咳穴，那它是属于经外奇穴的部分，所以它其实是不分原因，你就可以直接按压，然后它就会有一些止咳止喘的效果。所以是左右手的同一个穴道都可以。那通常这个方法就用在像有时候小朋友他们晚上会咳喘不止，那妈妈就会很紧张。那有时候妈妈半夜没办法做其他处理，那可能就稍微帮他压一下穴道，那可能压个5分钟、10分钟，小朋友可能就慢慢比较舒缓，就可以慢慢入眠。对，所以这个穴道可以这样子使用。那另外就是我们如果说是上呼吸道感染，那我们可以按压一个像这个在鼻翼的跟那个法令纹交接处，在这一块地方，然后你稍微按压，它会酸酸的，有一个凹窝。这个叫鼻通穴，那鼻通穴的部分，它压的时候，它会促进这个鼻子呼吸道这边的循环，然后会让你比较舒缓。尤其是有一些鼻涕倒流的咳嗽，它也会或鼻塞，它也会比较容易舒缓症状。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上呼吸道感冒的时候，它会引发一些头痛、头胀，然后在上面就你会觉得很不舒服。那在我们的这边头顶入发际大概1寸的地方，可以压一下。就是其实你如果它是上心穴，我们要讲的是上心穴，那它好像是入发际1寸，然后大概你就从鼻头这边往上找这样子，然后压一下，它也会舒缓我们因为鼻子不舒服、鼻胀。对的症状这样子。那如果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你整个头这个前面部位都可以按压，都可以按一下。对，因为它对整个头面部的舒缓，或者是整个上呼吸道感染都是有帮助的。对。那另外有一个病因就是我们常说那个胃食道逆流的咳嗽，那我们就是可以取那个足三里胃的大穴。那足三里的穴道应该比较多次，通常是小腿在那个膝盖的外缘那个下3寸这样子。
不是在膝盖那上面。膝盖就是我们的膝盖，然后外侧，然后往下，对，往下，对，3寸站在那个位置。对。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清楚怎么找穴道，你可以沿着那个骨缘那边压，它会有一个压痛点。如果你胃不舒服的时候，它其实就会有一个像硬结的东西，那你就按照那个痛点或者是硬结部分去按压，它就会慢慢舒缓你的胃胀啊，甚至是有胃食道逆流的咳嗽都可以缓解。好，所以这几个穴道包括了。这个咳喘穴啦，鼻通穴、上清穴，还有足三里啊。那您桌上今天带来这些，其实大家也蛮熟悉的啦，哈。八仙果、罗汉果这一些啊。对，这个比较大颗，这个很醒目，这个是罗汉果。那罗汉果一般我们是要把这个皮给打碎，然后取出里面的那个籽跟种子，那边下去炖煮。那这边我是准备一个比较简易的润喉茶，那它是比较偏那种有点肺热，然后干咳或者是痰不能太多的。对，它急性感染其实它只是做，它效果不好，它是做保养用的。比如说有时候你讲话讲太多，然后喉咙腔这边干干的，然后或者是说你感冒后期，它感冒其实已经痰比较没那么多，然后要好不好的阶段，你就可以搭配这个茶饮使用。像这个就是甘草，甘草它就会有一个补气生津的作用。然后这边是薄荷，它会有稍微有一点清凉解表的作用，喝下去让喉咙比较清爽。然后这个是麦门冬，麦门冬一般我们是用在一些滋阴润肺的部分，所以对于那个感冒后期一些比较什么水分比较减少、精力比较缺失的那些养阴润肺的效果是很好的。然后比较常见，罗汉果的部分它是有一些清肺热跟润肺的作用，所以它对一些简单的那个止咳肺热的咳嗽，它效果也还蛮好的。然后这个是应该大家都比较知道，它是彭大海。一般唱歌就是钱柜，它有时候会提供。这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效啊？其实他喝了彭大海唱歌会比较好听，可是五音不全还是五音不全。是，它只是有润喉的作用，而且它也要看体质。比如说你是比较偏肺热的那些咳嗽，它喝了就效果还不错。但是你如果有痰的话，痰太多就不行，因为它还是会有甜分。而且唱歌是不是他们都会加味啊？就是加入糖啊什么的，就是冰糖在里面。对，它是泡出来应该是没有味道吗？还是会有一点点甜味，只是不会那么的甜。对，所以要看他们的品质这样子。那如果说你刚好是比较冷的、寒气比较重的体，它喝了当然就效果更差。可能有时候有咳嗽，还咳得更厉害，咳得更厉害，所以也是要看你各种什么样子的症状。那一般人家讲说喉咙痛或咳嗽，喝枇杷膏啦。枇杷膏它其实像市面上很多的，像川贝顿离子啊，或者是枇杷膏这些，都是比较偏热咳。那热咳的部分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体质比较偏虚寒型的，所以你有时候就觉得你别人怎么说吃了有效，我吃了反而咳更厉害。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就是市面上的枇杷膏，它有时候它们添加物可能比较多。对，一般我们用药材真的去炖煮，它可能不会到那么滋腻、那么甜。那当你咳嗽的时候痰很多，你又加上一些甜腻的东西进去太多，那尤其是它的甜的来源可能不是很明确，它不是只是蜂蜜或是药材的甜度。所以就是会助长很多副作用这样子，所以枇杷膏也不能随便服用，也不能随便服用。有的人枇杷膏拿来当保养，一天1口这样可以吗？就是其实还是要看体质跟他当时的状况，不太建议他常常吃这样。那请问一下，营养师杨桃呢？杨桃汁倒是蛮多人喝的，尤其是喉咙稍微有不舒服就喝杨桃汁。那主要其实杨桃营养价值，它90% 都是水分啊。所以它其实因为你本来咳嗽初期的咳嗽，你水分一定要滋润嘛，才会舒服。对。但是我建议杨桃汁，因为它酸酸甜甜，大家好像觉得有效。但事实上有一些人可能要特别注意，像之前我们有一些个案是，他本来是慢性肾衰竭。结果吃了那个杨桃汁之后，变成急性肾衰竭。对，所以其实你要看你的体质啊。那正常人的话，建议也不要空腹吃。就是说杨桃这个东西，因为它就肾脏病人来讲，它有某一些神经毒，但是这个到底什么毒，目前都还不晓得。只是说肾脏病人他确实有这样子的反应。那如果你不知道，比如说有些糖尿病他有合并肾衰竭的，那如果他刚好初期感冒，他就不能喝所谓的刚刚提到的杨桃汁，不只是单纯的肾脏病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建议就先不要。那事实上，其实很多
多的瓜果类都是有水分的啦，所以你不一定要从所有杨桃汁里面来，你可以从一些像提到哈密瓜啦、香瓜啦，或一些瓜果类的，那甚至都可以吃啊。那我在网络上也有看到一个偏方吧，说如果宝宝咳嗽不止的话，蒸那个洋葱水哦，给宝宝喝。这个我真的是最近这半年也是看到很多的那个网站在分享这件事情。那我先还是讲一下，因为宝宝咳嗽的原因有很多，其实它是有点复杂的。那可能我觉得还是照会医生先明确知道这个原因，而不是随便乱用。但是就洋葱来讲的话，为什么他会觉得有效？其实因为洋葱本身它是属于我们在讲的辛香料的一种嘛，就是跟葱姜蒜，那它里面有所谓的类黄酮这个植化素。那这个植化素呢，它对我们血管的扩张的部分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心血管疾病的人其实你可以多吃一点所谓的辛香料的部分，帮助血管扩张、血液的一个畅通，就血流畅通会比较好。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就把它弄成就是说，煮洋葱水给宝宝喝。可是其实宝宝有分几岁嘛，因为你其实像这种洋葱有时候太刺激，因为有时候真的生洋葱其实还蛮刺激，对，就连一些人吃了可能还会容易有胀气或不舒服，所以尽量还是我觉得不要随便乱用这个洋葱水的部分啊。那其实水分就是最需要的啊。如果你真的在做一些咳嗽的一些需要的那个饮食里面，我们第一个还是会给予就是温水的部分。温水的部分，